1周前，我发布了一期短视频，展示了我使用一台 MacBook Pro 模仿雷蛇于17年 CES 公布的3屏笔记本概念 Project Valkyrie 来进行3连屏游戏的画面，被起名为最离谱的 MacBook Pro 使用场景。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你啊，它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以实现。没错，这期视频咱在评测时也整一个小活啊，就来聊一聊这3连屏 MacBook Pro 背后所用到的硬件与软件，以及我是如何实现这个操作的。大家好，我是菠萝，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视频。首先声明，这期视频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含有推广内容。屏幕方面呢，除了 MacBook Pro 自带的这个16寸屏幕以外啊，我使用一个叫做 Mondo 16 Pro 的便携双屏。我得知这个产品也是挺机缘巧合的，说自从17年的 CES 听说了雷蛇的 Project Valkyrie 后啊，就一直挺想尝试这种超宽屏或者多屏笔记本的。但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雷蛇澄清了，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将 Valkyrie 作为产品发售的计划。CES 上展出的呢只是一台概念机，而市面上也一直没有特别符合我想象的产品。所以当我看到 Mondo 发布的这款多屏拓展配件时啊，也挺惊喜的，就说我绝对要尝试一下，是吧？接着因为在 Mondo 的网站上标明了这个是特别为 ARM 版的苹果本优化，有专门的驱动，甚至官网的头图就是用 MacBook Pro 来演示的。所以为了这个视频啊，我专门也借来一台苹果于上个月刚刚发布的16寸满血版 M2 Max 的 MacBook Pro， 看看能不能在苹果笔记本上复刻 Project Valkyrie 的游戏体验。先聊聊这个屏幕吧，它是由2个2560x1600分辨率的144赫兹高刷 IPS 屏组成，在亮度跟色彩的参数上也相对比较接近 MacBook Pro 本身的屏幕。它可以通过 Type-C 的 DP 1.2或者 Mini HDMI 来连接笔记本，这一套的总重是1.9千克。笔记本方面呢，我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不少这台 M2 Max 的评测了，它是有32GB 内存、12核 CPU 以及38核的 GPU， 性能方面在苹果本里几乎是最强了。这俩屏幕的安装也很简单，直接插到苹果的 Type-C 接口，然后从上往下这样一套就行了。这款便携屏幕的背后呢，也有一个可调节的支撑，可以让它保持在你所需要的角度。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屏幕已经点亮了，我们可以选择是否要下载安装 Mondo 的屏幕操控软件。当然不安装也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安装的好处是它会根据你笔记本内屏的分辨率以及亮度来自动调节这2个外屏的相应参数。可以看到，当我们将一个窗口在这3个屏幕中来回拖动的时候，它的比例在不同屏幕中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色彩方面呢也非常接近，肉眼看上去就跟这俩是原装屏幕一样。同时因为 M2 Max 芯片非常强大，带动这3个加起来几乎8K 的屏幕也完全没有压力。我们甚至测试了在3个屏幕上分别打开3个游戏都是可以运行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肯定没人会这么做，是吧？所以除了一会儿聊到的游戏以外啊，如果说你出差时拿来用 Final Cut、达芬奇或者 PR 等等来剪个视频、修个图，又或者是做金融文字方面的工作需要便携多屏的话，都是完全可以胜任的，能提升不少效率。那说回3屏游戏啊，这里必须承认我其实是走了个捷径，因为在拍摄那个短视频前，我用了大概1周多的时间来寻找在 macOS 上支持多屏显示的游戏，然后我的结论是，似乎只有 Minecraft 我的世界可以在 Mac 上多屏显示，很多本来在 Windows 上支持3屏的游戏，在 macOS 上都只支持1个屏幕。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出乎意料啊，毕竟这并不是一台游戏本，它的主要用途还是生产力。所以接着我又将希望放在了云游戏以及本地串流上，终于实现了接近 Project Valkyrie 的效果。所以没错，今天我们将会使用本地以及互联网串流的方式来实现5760x1080的3屏游戏显示。这里我首先在 MacBook 上安装了 Moonlight 这个基于英伟达显卡驱动的本地以及网络串流软件，在配对我的另一台运行 i7 以及3080的台式 PC 后啊，我们在台式 PC 的 N 卡控制面板中打开环绕屏幕的设置，将分辨率设置为3屏5760x1080。但如果你对自己的网络带宽很自信的话，可以设置最高为7680x1600的7K 宽屏。这样情况下，设置环绕屏幕是需要你的 PC 也有3个屏幕的，但是其实只有1个的话也不要紧啊。市面上有很多大概10几块钱就能买到的这种 HDMI 虚拟屏幕，可以在只有1个实体屏幕，甚至极端一点啊1个都没有的情况下，欺骗 PC 它有多个显示器。设置完成后啊，回到 MacBook Pro 上，打开 Moonlight 连接 PC， 然后在设置中手动输入5760x1080的分辨率，然后当我们打开游戏时，就可以看到一个超宽屏的画面了。但是默认 Moonlight 是只会显示在1个屏幕上的，所以我们需要在 MacBook 的调度中心中关闭显示器具有独立空间这个选项，然后到程序物语菜单栏中将上下的菜单隐藏起来，然后手动将 Moonlight 串流画面放大，就可以达到3连屏的游戏体验了。效果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玩起游戏来还是非常爽的啊。
我们都会死，只是你早死我晚死。早死晚死都得死。这种3屏就很适合玩赛车游戏。对。我卡住了，我卡住了，我出都出不去。我在从事非法活动，虽然今天因为苹果系统本身的限制没有做到理想中的使用 MacBook 直接运行超宽屏游戏的目标，但是因为 WiFi 6甚至 WiFi 6E 的出现，通过 Moonlight 以及一些内外网端口映射或者一些云游戏平台，我们也确实是可以做到在有良好网络的情况下，在笔记本上串流5K 甚至7K 分辨率的游戏。但如果你问我在使用苹果电脑的情况下，推不推荐大家复制我今天的搭配来打游戏，那大部分情况下肯定是不推荐的，太折腾了。而且我觉得这种3屏外设更多的还是适合之前所说的那些提升生产力的场景。比如说你这样在多地办公或者出差住酒店的话，那么与其说在每一个地点购买一套显示器，那不如随身带上这一套屏幕来的方便。2000克不到的重量，不能说多轻，但是确实还是处于能够装到背包里携带的范围。当然，除了今天我们演示的 MacBook 以外这套屏幕也是可以适配 Windows 笔记本的，而且我甚至认为它可能更适合搭配一些游戏本来使用。总的来说呢，这是一款设计非常出色，也让我印象很深刻，但是市场并不太大的产品。但是在同类的便携屏幕中它应该算是数一数二了。OK，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觉得这个比较有趣吧。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